大家好，看到台风来临前，大家抢菜的样子连邻居都来问有没有空心菜啊。由于空心菜与地瓜叶通常只是拿来当备用菜，也就只好开路找看看有没有隐藏版的空心菜。由于当初空心菜挖了2槽，使用水耕的方式种植设想就是要用来应付台风。只是没想到已经10月了，还有台风虽然被杂草淹没，杂草挡日照的效果，菜倒是还长得不错也因为前一天已经辟好堆草槽，开路就可以很快。日前曾提及，换季种植预备菜很重要尤其近年天气降温的时间拖很长，连台风出现的时间也不断往后移。今年雨水又特别多了，听到墙外妇人的说法，有点傻眼他说光菜苗就花了1000多块台币已经连种3次都被水淹死了。现在又有台风要来，真的是在种心酸的。由于雨水多，又容易雨后出大太阳，菜苗不是被晒死，而是被水烫死的。这更凸显了排水的重要性而若是连空心菜都买不下手的话，怕水淹的青葱就更不在话下了。就顺道把几根青葱分享由于习惯会先将比较细小的葱留下或寄养。这葱虽然比较细小，但是葱白也有10公分左右，挖走后立即补上，只要想办法让它变粗，就又可以采收而这因为是集中摆放，所以有脱水的现象。因为此处地势高，入秋一样可以种植深一点。台风就要到来，刚好也省事，可以不用浇水。接续顺道提早采收这长条形的丝瓜，这也是日前影片为何会说一堆气根奇景，目前并没有影响丝瓜生长的原因只是气根才刚接地，还得等待多一点时间观察。而眼前这是木薯木薯种植出了一点状况。由于时常下雨，杂草生长的速度飞快，说好听是采用放养的方式但是前院的土壤是水田的土壤，一遇到下雨就变得湿黏了，也就只能一直等待雨水期过后再处理。而前院土壤结构比较好的位置，却是在被环绕水池包围的种植区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则是因为内部的土壤垫得比较高在地势低洼的区域，通常容易潮湿挖起这些木薯的原因，主要是出现了田鼠开始挖洞啃食一开始还以为是狗挖洞后来发现地底越来越多洞，才感觉苗头不对不过感觉这田鼠还蛮厉害的，水池环绕着菜地竟然还可以穿越挖地底的木薯来吃直接清除掉的另一个原因，则是要利用此处设置堆草槽也因为设置了堆草槽，片头才有办法快速清除杂草，让前往空心菜的路障快速清除不过因为台风要来了，也就没有拍摄此处堆草槽的净化安排。而这种木薯真的很好吃只是在种植前期几乎不用管理，但后期时田鼠的困扰，则得再问看看是否一起种植的亲戚是否也有这种困扰。最后感觉要下雨了，有种植芋头的观众朋友，真的觉得台风时间很需要撑场的菜，下雨前采收芋头，煮个芋头饭或是米粉芋也很不错谢谢收看。